我第一次打扫宗门最大的藏经阁，里面却一本功法都没有。可奇怪的是，书童竟在这里看守了整整60年。于是我忍不住上前询问：“清风大人，这里怎么一本书都没有？”哼，谁告诉你藏经阁一定有书？这藏经阁是封主亲自炼制的法宝，宗门的人来取书全看机缘，随机掉落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。完了，里面没书，我怎么偷功法向魔王献祭？原来昨天我意外在后山捡到一个黑匣子，本以为是上天赐予我的一个机缘，可打开后竟是一个诡异祭坛，中央还坐着一个黑脸魔神。就在我摸不着头脑时，黑脸魔神突然开口：“献祭已启动，请献祭一件工具。”我好奇地扔进了一把破断斧，下一秒竟凭空出现了一柄寒光凛冽的魔斧。这就是献祭吗？斧头真漂亮啊！我兴奋地拿起了斧头，信息直接钻进脑海。斩断一切的利刃，能破仙人根基的强大魔气。魔王这也太大方了吧！自己不过是献祭了一把破斧头，就给我这种神器，简直比那些所谓的正派仙人慷慨10000倍。正当我狂喜时，魔王再次开口：“请献祭任意一份功法。”啊，功法？我一个底层杂役，每个月就10仙币，最便宜的功法都要攒整整10个月，我上哪里弄这功法呀？于是我才想到了藏经阁当杂役弟子，偷一本功法献祭直接起飞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里半本书都没有，我人都麻了。可还没等我缓过神，书童接下来的话更是吓得我冷汗直流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来这儿抽功法的仙人仙姑，个个脾气暴得跟炮仗似的。前天有个外门弟子，每年都来这里取功法典籍，但是几10年过去了，愣是没拿到自己想要的。你的那个可怜的前任同事，当时正在院子里浇水，当场被斩成了2半，老惨了。我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。那仙师为什么不给他们想要的功法呢？你白痴吗？还白给功法典籍？哼！要是人人都能拿到适合自己修行的仙法，那大仙师还怎么赚钱？我立刻恍然大悟，说白了就是仙师如果都给了他们心仪的功法，谁还会花大价钱去仙师那里购买？这帮仙师真是鸡贼呀！行了，今天你要把里外都打扫干净，明天玄一师伯过来抽功法。啊！不会我刚来就要死了吧？看把你吓的！玄一师伯是玉珠峰脾气最好的仙师，他不会为难咱们的，说不定抽到不用的功法，还会随手丢给你。听到功法，我眼睛瞬间亮了，这不正合我意啊！还好，上天是眷恋我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清风就领着我跪在门口迎接师伯。就这样从清晨跪到下午，憋着尿都不敢去小解。就在我快要撑不住时，玄一道长终于御剑飞来。都起来吧！玄一抬腿就往里走，清风紧随其后，我也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清风啊，我记得你进门的时候还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娃子，一转眼都60年过去了。你说师伯这次能不能拿到一本有用的功法？师伯鸿福齐天，想要一个有用的功法，那不是很随意？您能亲自来这外门藏经阁，那是给藏经阁的面子。他敢不给一本顶尖的功法吗？你这小子越来越油嘴滑舌。这藏经阁是封主亲自炼制的法宝，我还能不知道里面的猫腻吗？能得到一本真正有用的功法就不错了，还顶尖的功法。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。是，师伯一定能拿到一本有用的功法。你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说话间，他的目光扫向了我，却没见到我附和着清风油嘴滑舌，这让见惯了人情世故的玄一师伯眼前一亮，居然莫名起了爱才之心。杂役可是一个有灵根的，弟子是空灵根。啊，竟然是空灵根！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清风也跟着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我显然是遇到了机缘，但没想到我却是一个空灵根，距离一步登天就差1毫。可我没有丝毫沮丧，现在只想着玄一道长抽个垃圾功法，随手丢给我就行。魔王给的功法肯定比仙门功法厉害100倍，助我修炼那不是小菜一碟。5分钟后，玄一道长面无表情地从里面走了出来，
手里拿着一本书。清风一看那表情就知道肯定是垃圾功法，于是赶紧拿着一个酒葫芦过去。师伯，这是您最喜欢的猴儿酒，怎么样？这功法还能用吧？玄一接过葫芦，一口喝光，叹了口气。又是一本垃圾，什么房种树秘籍？我一老头要这有何用？清风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我则是在心里疯狂呐喊：道长不要，赶紧扔给我呀！这书名多带劲儿啊，说不定魔王会大大的欢喜。可没想到玄一觉得受了奇耻大辱，一气之下，手中功法瞬间被烧得干干净净。走了，气死老夫了！我的功法就差一步了，这个死老头废我的功法！别哭了，等下又有师姐来取功法。呜呼！果然上天还是眷顾我的。不过，这位师姐脾气更暴躁，别说杀人了，抽不到想要的功法，方圆10里的活物都得死。更别说他不知道又从哪里弄来一个名额，这要是还没得到他想要的功法，想想都瑟瑟发抖。喵的，能不能不要说话说一半啊？那清风大人，我们不会被打死吧？我毕竟是有正经编制的，我应该不会，但是你不好说。说话间，一个紫衣女子就走了过来。清风看到后一溜烟就跑了过去，丝毫不敢犹豫，弓着身子不敢抬头，比迎接玄医师博士还要卑微。清风，你说我今天能不能拿到想要的功法？其实我要求也不高，随便一个女子能使用的仙剑之法就行了。玉姬师姐福德深厚，必然能拿到自己心仪的剑术。这么多年极品的剑术功法，小子都还没见过呢，就等着玉姬师姐给开开眼界。您加油哦！玉姬又不傻，自然听出话里有话，但她今天心情好，刚从师傅那儿磨来一个名额，懒得跟下人计较，可她还是忍不住开口：如果我这次还拿不到好功法，肯定是你们2个人太过于晦气。这话一出，我脖子都凉了。等玉姬进了藏经阁，我立刻凑到清风身边，小声说：清风大人，我去给院外的竹子修剪一下，您在这里等着。其实我心里盘算着，自己去竹林里挖个坑躲进去，想来会安全不少。小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。玉姬师姐剑术通玄，你一个没有任何修炼的普通杂役，一剑下去，就算你躲在茅坑里面，也一样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脸色瞬间惨白，而就在这时，藏经阁忽然震动了起来。显然玉姬在里面发飙，就连清风的脸色都变得极为慌张。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了我。那个平安啊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答应玄一师伯给他一件东西，你去帮我给他送过去。可是玄一师伯在哪儿？我怎么找到他？沿着路出门，一直走到聚仙台牌匾的左边，你就在那里等着他，他会自己来拿。记得没见到师伯不准回来。见清风催促的急，我一头雾水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还是听从了命令。我拿着布包跑到10里外的聚仙台下，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玄一师伯影子。我正纳闷他是不是忘了这事儿，突然藏经阁传来一声巨响，剑光冲天，照亮天际。好吓人的杀气！我一抬头就看见怒气冲冲的玉姬正从自己头顶上御剑飞走了。我心里一颤，突然明白了。我顾不上清风的警告，一溜烟跑回了藏经阁，推开大门，眼前一片狼藉，就像土匪烧过一样。当初如果真的是把自己埋在土里，估计早死了。这剑气太可怕了。我快步冲到藏经阁门口，只见清风浑身是血躺在地上，我几乎要哭出来了。清风大人，你是故意把我支开，对不对？玄一师伯根本没让送东西。我只是觉得这里死的人已经够多了，反正我已经炼气3层，他还打不死我。再说了，我一编制，他也不敢。可若是你，那就难说喽。看清风这样，我心堵得慌。他和我非亲非故，纯粹是恻隐之心救了我。清风大人，你的修为还能恢复吗？会恢复个呸！这该死的小娘皮，一点人性都没有，仗着自己有点本事和背景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，把我气海都打爆了！王八羔子，将来生小孩没屁眼！清风骂得急躁，
但我越听越心沉。一个人的修行路被断了，这和杀死他也没多大区别。清风大人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去帮你争取一下。除非去太虚洞拿到了玉髓之液，它有再造百脉的功效，而且只对炼气期的修为有效。大能对那东西不感兴趣，取来我就能恢复修为。那我去给你拿可以吗？不过，果然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清风大人，我求你了，下次能不能一起讲清楚？好吧。就是那玉髓坚固无比，除非咱们封主亲自出手，咱们玉剑锋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本事。不过这次我感觉我真可以，毕竟我手上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天魔符，说不定还真能破开玉髓。夜里，我趁着清风睡下，一个人偷偷来到了太虚洞，但我不敢贸然进去，而是趴在洞口听了一阵子，确定里面没人，我才带着天魔符走了进去。万一里面有一个仙人，看到我手持魔器，不就死翘翘了？可我进入一路走了5分钟，玉髓全都已经被破开，明显能看到里面的玉髓之液已经没有了。不会被采光了吧？直到走到洞窟最深处，才看见一根粗壮无比的玉髓。咦，这根玉珠没人采集？还真是便宜清风了。我掏出天魔符，一斧头下去，就像切豆腐一样，轻松就劈开了。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砍的是玉髓网，我赶紧掏出提前备好的小药瓶来接玉髓液。玉髓液比想象中多太多，小瓶瞬间就接满了。我看着即将流在地上的汁液，没来得及多想，就赶紧用嘴巴接住。晶莹剔透的汁液灌了我满满一肚子。金宝贝，绝不能浪费。等玉髓汁液喝完，我才有点后怕。这东西喝这么多，真的没事吗？不管了，反正都喝光了，而且似乎也没啥异常。我不敢在这里久待，黎明到来之前，我迅速跑了回去。我不敢将天魔符藏在自己屋内了，万一被其他仙人看到符痕的印记，搜到我这把魔器，我就完了。我跑到后院，用天魔符挖了一个深坑，足足挖了10几丈，仍觉得不安全，直到硬生生挖到岩石层，才终于放心的将天魔符埋进去。第二天，清风看到我给他的玉髓之液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你小子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我可不敢吃。还好我提前准备好了说辞。你就放心吃，还能害你不成？不瞒你说，昨天我去了太虚洞，正好有人去取玉髓之液，那玉髓之液甚多，那人也没取干净，我这是捡了剩的，所以才只有这么一点。清风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他看我目光清澈，不像是在说谎，随后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。他喝了之后，不仅气海瞬间恢复，甚至比之前还更强大，但他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我怎么觉得你给我说的玉髓一液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？这怎么像传说中的玉髓王？可是玉髓王极其坚固，就算金丹期的大佬，如果没有神兵利器，也无法轻易破开啊！难道自己真的一斧头就把玉髓王给砍了？我不敢回话，怕言多必失。还好清风师兄又仔细一想，也对，谁会放着玉髓王不取完，让你捡到？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殊不知我这次冒险的心善，竟轻松获取了大机缘。第二天，清风就把我叫了过去。看你修道之心甚是坚定，这里倒有一本粗简的炼气法门，是一个木系功法，你拿去看看吧。说不定你这个空灵根真的可以炼出一根灵根。面对他的话，我却丝毫没有任何表情。果然，下一秒清风再次开口：“也别抱太大希望，毕竟这个大陆空灵根还没有修炼成功的记录。”我就知道会闪我一手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我相信魔王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没想到我拿着功法转身就要离开时，他会闪我第二手。对了，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秘籍，里面难免可能会有一些错误。我照着修行几十年，才修到了炼气3层，好几次差点走火入魔。你自己看着办，修行的时候也别太勉强了。我一脸的无语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，你不怕死吗？不怕。行，我害怕个毛，静等我献祭。回到住处，我反手锁门，赶紧掏出床下的魔王祭坛，把书放了上去。谁知竟传来魔王的吐槽声：“我上早八，什么垃圾？这也是功法？一共7万的功法，就有48000个错误，这也能修行？当然是功法。有人按照这本书都修行到炼气3层了。”听到这话，都把魔王干沉默了。能按照这本垃圾功法修炼到炼气3层，那是天才。下一刻，祭坛一闪，那本破功法就换成了一本雷光缠绕的秘籍，而祭坛又重新变成了黑盒子。这是功法秘籍，怎么还带电呢？
不会电死我吧？我看着地上那本雷光闪烁的秘籍，心里一阵发苦。魔王绝对是一个炫耀狂，给自己的宝贝全都这么光彩夺目，就不懂得低调一点，骚包，唯恐自己不被别人发现是吧？而且这电真的没事儿？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轻轻地碰了一下秘籍，闪电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，温柔地在我手上跳跃，我竟然没任何感觉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认真看起了功法。只见书的封面上竖着写了几个古字：五行神雷炼气入门。翻开第一页，扉页上没有任何内容，只有一个名字：大黑天。没想到魔王还是个自恋狂。翻开第二页是引气篇，不知不觉我就看入神了。武器已成，人身得之，或纯粹，或恢宏。摒气的数量无二无别，与余克同工，声为流转，克为升华。我陷入了沉思当中，这怎么和我之前看到书中的空灵根的理解不一样啊？正派书中介绍空灵根，五行完全互相克制。举例来讲，就是5种植物互相抢夺同一块地的养分，谁也生长不起来，最后能量耗光，就都枯萎了，成为了一片荒地。而这本书中讲的却是能量不会消失。那金克木，木却不见了，木的能量去了哪里？洞里变成了热能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用铁簪对着木头摩擦，木头消失了，但能量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变成了火焰。这就是能量的转化。水灭了火，虽然火没有了，但是水的温度也升高了，能量只是转移了，从火转移到了水里，能量本身没有消失，所以五行相克，根本不会凭空湮灭能量，而是升华。生与克同工，生与克同工。万物以生之力流转，以克之力升华，生克为天地至尊，两仪法门。一瞬间，我热泪盈眶。之前担心自己空灵根无法修行的焦虑和忐忑，一下就消失了。五行神雷，这不就是专门为我定制的？魔王果然不坑人。不过道理是懂了，但还是得亲身感受一下五行之气的运行规律才行。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不知不觉中就做到了天亮，全身都快要散架了，但又不得不起来，没办法，自己还有很多清洁工作没做。可就在我打开门出去的时候，却迎面撞上了清风。清风看了我一眼，你已经感气了，必须得。你小子有天赋，这第一关很关键。正好最近没人来藏经阁取功法，你也不用干活了，现在就一点打扫卫生的活，我帮你干着先。回去专心把引气先练出来，能引气才算是修行入门了。这货会这么好心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就在愣神的间隙，清风已经在打扫卫生了。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好吧，既然清风大人都这样了，我还客气什么？就这样，我专心修行了2天。谁知修炼的第3天，我的气海里有一个气团正逐渐庞大起来。完了，这是玉髓之液的起作用。想到清风用1小瓶就治好了全身破碎的经脉和气海，而我却比清风大人多喝掉了几十倍。我操，我还没引气呢，就不会要死了吧？眼看着就要撑爆气海了，我突然灵光一闪。对呀，这东西不是可以修复经脉气海吗？那我只需要尝试着引导这些能量，有节制的把自己经脉一寸一寸的损毁，然后用这些能量开始修复，慢慢的不断的释放掉不就行了？就这样，我的经脉气海被炸碎了999次，又修复了999次，终于在第7天被消耗殆尽。我瘫在地上，大口的喘着粗气。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，太他喵的痛了。不过经过这几天不断的修复与重建，我的经脉和气海已经超出想象的坚韧，容量也变得超大。我感受着空气中灵气的流动，在这些灵气中，五行元素正不断的互相碰撞，又不断的生灭。按照书中介绍，我这算是引气成功了。我激动的不行，直接冲出去找清风。结果到了清风房间，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人呢？我正要走，忽然看到了一个布袋放在了茶桌上。咦，这不是清风的宝贝吗？怎么会留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朝阳忽然照射进来，正好照射在桌上，桌上有一道水痕。快走！我心脏猛地一缩，顿感不妙，出事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我赶忙将布袋藏进怀里，拿起抹布，不动声色擦掉桌子上的字迹，
然后弯腰又去擦椅子，装作自己在打扫卫生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个极为魁梧的道袍仙师就来到了我面前。你就是帮清风干活的那个杂役？仙师，是我。我就要按规矩跪下行礼。免了，老夫玄天正要问你一些事情。玄天祖师爷，这不就是暴力狂玉姬的师傅吗？清风说他喝了玉髓王的汁液，才治疗好了全身的伤痕。他说那个玉髓王的汁液是你给他的。我一瞬间感觉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。完了，暴露了！难道清风出卖了我？不对，我和清风只知道那个东西叫玉髓汁液，而不是什么玉髓王的汁液。所以，这个老梆子在诈自己呢。那清风岂不是被他们……没想到到最后还是我害了清风。我强行压住痛苦，不得不在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。仙师，您说啥呢？什么是玉髓王啊？听到我的回答，又看到我的表情不像作为，玄天有点失望。就在这时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生的娇笑声。师傅，我就说嘛，他一个下等杂役，怎么会和神器有关？也是，我其实也没怀疑他，就随便试试。哼，小子，你赶紧走吧，清风不会回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被我接管了。我装出一脸茫然，就像完全听不懂的傻子。那我马上走。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向玄天和玉姬不断的点头行礼。快点滚，别碍事！我不敢抬头看他眼睛，怕他看出我眼底压不住的杀意。走出院外，我看见院子里进来了很多青衣道人，正在到处翻找着什么，心里不由一沉。他们这是在寻找自己的天魔符，我得赶紧走。喵的，日后定会找你们报仇！一直暴喊狂奔到聚仙台，下山的路就在眼前了。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暴喝：“站住！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我吓得魂都要飞了，直到转身看到是玄一道长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直接扔了一个令牌过来。大劫将至，这些修行者都疯了。你一个少年，玉珠峰不适合你，去山下大窑，有机会就去其他山峰看看吧。这老人家在吓唬我吗？说话好奇怪啊！不管了，先跑再说。可我刚到山脚下，就被几个炼气4层的看守杂役给拦住了。站住！玄天仙师发话了，最近任何人不准下山。这个老梆子肯定是没找到天魔符，还好当时藏得有一点点深。那仙长的令牌呢？你们也要拦吗？兄弟请理解，只是例行公事。你现在可以下山了。下山后我也不敢停留，直到跑到了大瑶镇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毕竟这里是由真武剑宗宗主之管，玉珠峰、玄天、玉姬等人的势力无法延伸至此。现在我终于有空看下清风留给自己的布袋子了。翻了一下，袋子只有1000多仙币，一本《本草经纲目炼丹书》，还有一把奇怪的钥匙，钥匙上还绑着一个金属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大瑶镇水云街115号。咦，这难道是大瑶房子的钥匙？我心存疑惑，先收了起来，然后进入了门口的大殿。因为不管什么原因，到了大瑶都要先去大殿登记注册才行，只有拿到身份牌才能自由的在大瑶镇行动。走到登记窗口，值守的女修很快便为我办好了手续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对了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地方在哪里吗？我指着钥匙串铁牌上的地址。咦，这是房产证明啊！你在大瑶还有房产？小哥哥，你可真有钱，这大窑里的房子可不便宜呢。可是你自己的房子都不知道在哪里。这是山上的朋友送的，我这还是第一次来大窑，自然不知道位置。你朋友真大方，还是你们山上下来的人有钱。为此他变得更热情了，主动拿着地图告诉我房产的位置怎么走，还时不时朝我抛个媚眼。可我对此毫无动容，因为我现在的心根本不在这里。循着女修指引的方向，我很快找到了清风的住所。那是西边的一处小院，出门就是繁华热闹的小镇中心，门口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。这般地方真适合养老啊，只可惜清风还是没等到那一天。推开门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，院子里种满了漂亮的花花草草，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，而是直冲到卧室，反手死死关上了门。直到此刻，积压在心底的痛楚再也忍不住了，我放声大哭起来。玄天是吧？玉姬是吧？等有一天我修行超过你们，
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，为清风报仇雪恨！发泄完心中的痛，我赶紧掏出了黑匣子，看看魔王还需要什么献祭吗？可没想到魔王立马开启了献祭。献祭开启，本次献祭需要一本辅助技能书，炼丹、炼器、乐器、灵田种植等均可。我去，这魔王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？怎么我刚得到一本辅助炼丹书，他就要开启献祭了？哼，不管了，只要能助我快速成长就好。我从怀里掏出《本草经纲目》，摆放在祭坛上。不多时，一道闪电出现，《本草经纲目》不见了，换成了另外一本书《五行炼丹奥义》。我迫不及待翻开书，直接让我大为震惊，书里竟然没有介绍草药的内容。没有草药，我怎么炼丹？但我仔细看了说明之后，真是越看越震惊。五行炼丹可不需要固定草药的配方，只追草药中蕴含的不同五行之力，利用五行灵气的本性炼丹，才是炼丹的最终奥义。比如修炼木灵丹，只需要2分木灵气，1分火灵气，只要灵气的比例搭配合适，用什么样的草药都行。而寻常炼丹之法，必须遵循固定配方，才能炼出丹药。我继续往下翻，竟发现书中还附赠了一门小功法，叫灵气鉴别，就是对草药里面蕴含的灵气进行精准鉴别。我想都没想，当即盘膝坐下开始修炼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种新奇的炼丹方法实践起来了，而且没有丹药，自己修炼实在是太慢了。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清风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来到镇上的集市，真武山脉人杰地灵，各种仙草琳琅满目。上好的鼠尾草，快来看看，上一秒刚挖出来的，药效最好。雪莲有人要吗？这可是在10万米山峰顶采集的，就这么3朵，卖完就没了。我运起刚刚学会的功法，眼睛变成了浅绿色，所有药材的属性都在我眼中变得清晰明了。但是绝大多数药材属性都很杂乱，以我目前的修为，根本无法提取其中蕴含的五行之力。五行炼丹法中虽有灵气提纯之术，但最低也需要筑基的修为才行，而我如今才赶气，还差得太远。唉，眼下也只能先找些五行灵气相对纯正的原料了。这雪莲似乎不错，里面的水属性达到了99%。你这雪莲怎么卖？便宜卖了，500仙币一朵，你要买吗？啥？这么贵？买不起啊！我又在市场上转了一圈，发现我这仙币毛都买不了几个就花光了。我正要遗憾离场时，忽然瞥见墙角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在卖一些奇怪的花，一朵花5个花瓣，颜色各不相同，每个花瓣里都拥有一种五行之力，有意思。这花叫什么名字？这叫五色花，大家都说这花里面的力量驳杂不堪，所以都没人要。小朋友，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要说这花虽然不那么纯粹，但是很稀有，很值钱的。可是大家都觉得这花毫无用处，都拿这东西当食材吃啊。我心头一噎，原来小丑竟是自己。我拿着一朵花思考了起来，他们要是把这花整朵使用，那肯定不行，但如果把每一个花瓣都摘了下来，按五行属性分类使用，似乎真的可以。你怎么卖？因为1/10枚仙币，这些花你都拿走。我顿时心动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1枚仙币，我买了。1枚仙币，我找不开啊，要不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其他摊位换点零钱回来。不用，你拿走吧。明天你多采一点五色花，补够1仙币的数量，我还在这里等你，可以吗？小孩将仙币握得紧紧的，眼睛里直放光。真的？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我吹着口哨，开心地将地上的9株五色花收起，转头来到隔壁的炼丹房。1小时1块仙币不算贵，而且还贴心地配备了一个烧火的美女修士。只见她手一挥，一道火焰就将丹炉点了起来。客官，你以前炼过丹吗？没，第一次。那您稍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。没过多久，她就从外面回来了。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不瞒你说，要不是老板给钱多，丹童这个活根本就没人想干，太危险了。尤其是您这种新手，第一次炼丹，爆炸率100%，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1次成功的。那我试试。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不服气。魔王给的五行炼丹奥义，绝对一次性就能成功。小红也不和我多说，这种人他见多了，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，讲再多也没用。等一会儿炸得半死，自然就老实了。我从篮子里取出9朵五色花，准备炼丹。应该不会炸吧？
小红说的我真的有点后怕了。小红愣住了。你就拿这些东西炼丹，这玩意儿也能炼丹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但是可以试试。用太贵的药草，我也怕浪费。也对，您就是过来熟悉一下炼丹的程序而已。摘了4片绿色的花瓣，代表的是木灵气花瓣；2个红色花瓣是火灵气花瓣。按5行炼丹奥义来说，就可以炼制成1颗木灵丹。接着我又往丹炉里加了1大碗水。为什么加水？不应该加5行之力的灵液吗？我这不是演习吗？其实是我买不起，只能用水将就一下。等水沸腾起来，我先把4片绿色花瓣放进去，很快丹炉里就变成了一锅绿色的粥一样的物质。这时候我让小红改成小火慢熬，1个小时后绿粥越来越浓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我赶紧又将2片红色花瓣放进去。红色花瓣是火灵气力量，主要烧掉木灵气之外的杂质。就在这时，绿色的浓粥突然开始沸腾，一股古怪的味道升了起来。这是木灵气的味道，微酸。快要成了！就是这火候怎么突然变大了？我不是一直都是小火熬制的吗？啊，不好，木生火旺！我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刻一个驴打滚就躲到了墙角。炉子里的丹药砰的一声炸开，一股强横的冲击波从丹炉里直接冲了出来。可恶，还好反应快，但小红就遭殃了，被炸了一身焦黑。果然她全副武装是对的，还好我只敢装1颗丹药的量，要是装满1炉子的药，那还得了？想想就恐怖。可我也别无办法，没有丹药辅助，根本无法快速提升修为，更别提为清风报仇雪恨了。我就不信了，再来！这次我就不炼木灵丹了，准备试下金灵丹。我取了4个白色花瓣，代表是金灵气；2个蓝色花瓣是水灵气。为了看清炼丹全过程的细微变化，我这次凑得极近。谁知下一秒，丹炉再一次爆炸，我被冲击波直接撞得飞起，狠狠地砸在了墙上。喵的，再来！第3次炸了，第4次又炸了。接连数次失败后，我眼眶乌青，全身焦黑，我快疯了，进入了痴迷炼丹的重度上瘾状态。小红一言不发，这种傻子并不少见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药草只有这么多，还能最后炼1颗火灵丹。我静静地坐在丹房内，将所有程序和自己犯的错误全都反思了一遍。基本判断就是火候的问题，因为每朵花瓣的杂质含量是不同的，我眼下没有提纯的能力，所以只能精准地控制火候，一点点剔出杂质。开炸！不对，开火！小红。小红麻木地点点头。这一次我极为谨慎，吸取了之前的所有教训，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平稳，同时不断地吩咐小红掌控火候。1个时辰后，空气中有略微的甜味。没错，火灵丹就是微甜的味道。降温，非常好，稳住，小火慢熬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丹炉竟然还没有爆炸，这是破天荒的第1次，我紧张的汗流浃背。差不多，小红准备收丹。收丹！小红瞬间将火烧到最高，我则用尽蛮力去掀炉盖。按照真正的炼丹，炉盖应该用法术打开，丹药就会自动喷出，但我也不会法术，只能用蛮力。只是没想到炉盖挺重的，直到我绷着脸青筋暴起，才终于一把掀开。砰的一声，一小团黏糊糊的东西从丹炉里被喷了出来，粘到了棚顶上。我一跃而起，将棚顶这团黏糊糊的东西拿在了手心里。这是火灵丹？怎么黏糊糊的一团？想了想，我干脆用手将这团黏糊糊的东西直接揉成了一个球。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。像是一颗丹药了。纯正的火元素力量从手心里传来。我似乎真的成功了，但就是怎么有一点点粘手，真丢人啊！但小红却瞪大了眼睛，几乎不敢相信他是火系修炼者，对火灵丹的气息非常敏感。虽然这颗丹药资质差点，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火灵丹。这小子第1次炼丹，还真让他给折腾成了。难道他真的是炼丹天才？这算成功？不算吧，品质也太差了。恭喜你，你是唯一一个新手在第1次炼丹成功的。是吗？那我岂不是炼丹天才？算是吧。小红想着我炼丹时候笨拙的手法，这个回答多少有点违心。回到家，我虽然已经很疲惫不堪，却无半点睡意，而是当即盘膝而坐，
将劣质的火灵丹一口气服下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火灵丹的效果了。我用意念引导，将这股力量小心翼翼地导入七海火灵根处，只一瞬间，体内就变成了一方红色世界，同时体外一团无形的火焰在我身边跳动。如果这时候有修行者窥探，肯定以为我是一个标准的火系修行者。我很是欣喜，我终于也是一个有灵气的修行者了。但我现在才感激气，只能用来强身健体和身体修复，还无法做到能量外放。要是直接能量外放，最少也要到炼气3层。看来必要加倍努力了。次日，我找小孩拿了五色花，然后转身就直奔炼丹房。本以为昨日已摸索出了门道，可忙活一整天，最后只弄出一颗精灵丹出来。唉，原来昨天炼出丹药只是一个意外。天气入秋，金黄色的叶子铺满了山谷，异常美丽。我每天就是向小孩买花、炼丹、修行。炼丹的水平也逐渐开始上升，从最初的10次炸9次变成10次爆炸8次。最后极限了，也只能从10次能成功3、4次。因为我发现这已经不是炼丹的问题，而是自己的修行跟不上，根本无法精准掌控时机。再加上药草中的杂质千奇百怪，一不留神就会爆炸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借着丹药的辅助，终于将5个光点修炼的已经非常明亮了。能量充足，开始修炼五雷魔功。气海中的5行法阵缓缓开始启动，在互相克制之后，消耗殆尽。这个阵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忽然雷声响起，在阵盘的上方，一道五彩雷霆在云雾中若隐若现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这个功法叫五行神雷，原来是利用5行互相克制的力量，将灵力碾磨成更加细微的能量。这些能量并不会消失，而是升华成神雷。阵法起，神雷现，炼气第1层突破。我异常的激动，终于真正迈进了修行的门槛，成为了修行者，压下心头狂喜。我迫不及待翻开五雷魔功的第2篇。第2篇的修行依旧是往5行灵根中汇聚能量，待能量足够雄厚，便能以神念初步掌控神雷。此境虽仍无法做到灵气外放，但可以用这个神雷来护体和健身，也会让自己的力量、身体坚韧程度大幅度提高。我一刻也等不及，当即盘膝打坐，冲击炼气2层。不是，这第2层要的能量也太多了吧？若是在上古时期修行此功，自然轻而易举。听闻那个时代灵气浓郁如液体，修行比喝水还容易，金丹多如狗，元婴跑外卖，大成遍地走。可如今已是末法时代，灵气日渐枯竭，连金丹修士都寥寥无几。按这个功法修行，只剩下一条路，那就是使用大量的丹药。可是这得需要多少聚气丹？要破产了！可已经上了贼船了，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接着修炼了。好在这魔功远比仙人功法高，一旦修成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所幸眼下我还能用最廉价的五色花炼制聚气丹，勉强支撑修炼。一转眼冬天到了，山谷中银白一片，天空落起了雪花。我也成功突破炼气第2层。如今我已能以意念操控神雷，在周身经脉中自由游走，肉身也变得异常结实。以我现在的体魄，就算玉姬来，一剑也刺不死我，总要他多捅几剑才行。只是这仙币消耗的有点快啊，但我也不准备出去工作，因为我要抓紧时间继续突破第3层。唯有突破此境，我才能有基本的自保能力，并且也能学习法术了，甚至对炼丹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。时光流转，我已在大瑶镇住了1整年，冬去春来，夏日又至，我已经到了第3层炼气的关头。终于突破炼气3层了，可神雷被压抑得太久，第1次冲出体外，不受控制地往屋顶飞去，屋顶瞬间被炸了一个大洞，又直接飞了出去。糟了！可千万不要被有心人看到！我这神雷可是魔月的功法啊，万一被人发现，肯定会招来大麻烦。正在我很惶恐的时候，突然间地动山摇，天空中变成了惨绿色，呼呼的古怪大风吹过来。不是吧，我的神雷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此时屋外突然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，我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劲，赶紧推开门来到了院子里。只见天边吹来恐怖的绿色阴风，呼呼地吹进大窑，无数人的房顶被掀翻，有人被卷起，惨叫着飞到了空中，然后瞬间被腐蚀的只剩下白骨，最后白骨也变成了粉末，洋洋洒洒飘落下来。
这是世界末日了吗？所幸这怪风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只吹了半炷香的功夫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殊不知这场突如其来的异动救了我一命。13峰的仙人们也全都被惊动了，天空中满是御剑飞行的仙者，剑光纵横。其中有一个笨拙的仙人晃晃悠悠，飞得又慢又低，显然刚学会御剑飞行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被一个隐藏在丛林下面的古怪飞蛇一口吞入腹中。仙人的惨叫声划破了山谷，所有仙人都看了过来。孽畜，焉敢伤人！一道剑光闪过，飞蛇在空中就被当场斩断。众人皆被这仙法震慑，只有我眼尖看见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从空中飘然落下，落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。我心中一动，这肯定是仙人的宝贝，当即拔腿就朝那边奔去。可我刚看到那掉落的东西，就被身后的声音打断：“站住！你这不知死活的家伙，赶紧离开这里！不知道前面出现魔藻了吗？”我往远处一看，确实森林里出现了一个恐怖的绿色池塘，面积不大，只有几丈方圆，正在冒着恐怖的绿色泡沫，而那条飞蛇的尸体也落在了那个池塘附近。那就是魔爪吗？仙师，那飞蛇是从魔卷里飞出来的吗？实在是恐怖！废话，这里不是你们这人待的地方，赶紧回去，这周围已经被封锁了。是，我马上走。我并不打算冒险，先记下了位置，转身便要离开。突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魔爪发出爆鸣，绿色液体腾空而起。天赐良机啊！等仙人再看我时，我正往大瑶镇的方向逃呢。这厮如此胆小，还敢来这里凑热闹，现在又像狗一样逃跑，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！哼！可我刚回到家，就看到邻居站在门口唉声叹气。风灾将至，大难临头，大难临头了！我心中一动，听着老人的话，他似乎对这绿色的风知道很多。我走过去行礼：“老人家，打扰您一下，您刚才说风灾将至是什么意思？”少年，你不懂，在这方大陆，每隔129600年就有一次大灾，躲得过就能进入下一纪元，躲不过就此烟消云散，哪怕仙人也不例外。难道那大灾就近在眼前了吗？正是如此。算算时间，再过3000年就要到大灾之年，现在已经有魔域的风开始偶尔吹过来了，这就是预兆。3000年啊！哦，还早，那就没事了。到了金丹巅峰才能有3000年寿命，自己能不能修炼到筑基还不知道呢。3000年后的大灾和自己似乎没啥关系。对了，老人家，你刚才说的大灾就是魔域吗？当然，方才的飞蛇便是魔域凶兽。3000年后魔域重现，仙人们再也没法安稳了，这世界就要重新洗牌了。不过和老朽没啥关系，老朽也活不到那一天。就在这时，几个工程人员忽然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这是我请来的。我看你房子也坏了，顺便让师傅给修一下吧。那太感谢了。我回屋等候，不一会儿师傅就过来了。真远！这个洞一看就是魔域的怪物搞出来的，不但圆，边缘还有细微的魔域能量反应。小伙子，你可真走运，肯定有魔域的生物从这里经过。万幸啊，只破坏了你的房顶，并没有伤害到你。这个不太好处理，你给2枚仙币，我现在就帮你修好。好，那就帮我修好吧，这是仙币。等师傅修好送走后，我赶紧过去关好院门，后背紧紧抵着门板，捂着不受控制的心脏。万幸今天阴风过境，给糊弄过去了。要是被仙人们发现自己拥有魔功，剥皮碎骨，那都算是轻的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走进屋内，从怀里掏出捡来的纳袋，却发现这个纳袋是品质最差的。不但如此，还给上了锁。老子冒着生命危险就捡了个这，穷卑仙人，臭不要脸！不对，可以给魔王大人啊。魔王大人不是什么破烂都收吗？果然，我一打开黑盒子，瞬间就变成了祭坛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
请献祭一个法宝。魔王果然还是爱我的。献祭完成之后，那袋消失，桌子上多了一个黑色小方块。与此同时，脑海里立即出现这个小方块的信息：黑方，成长型容器，吸取能量之后可以生长，里面的空间可以逐渐变大，能容纳的种类也会越来越多。这东西好啊，可这东西怎么生长啊？这东西既然是法宝，肯定要使用灵力开启了。刚好我炼气3层，可以外放灵气。我小心翼翼地将气海里的神雷之气从指尖缓缓释放出去。灵气刚一接触到黑方，就是一声炸裂的爆响。啊！我的黑方呢？糟了！不会给炸没了吧？他喵的！我的灵力就这么暴力吗？就在这时，我体内的气海突然有了异动。我赶紧盘膝而坐，凝神入定，神魂进入气海。我一眼就看见刚才消失的那个黑方，正隐藏在神雷云雾之中，疯狂吸取神雷的能量。住手！我才修行没几天，积攒这么一点神雷之气，我容易吗？我当即断了神雷给他的能量补充，没想到黑方竟生气了，死活躲在神雷云雾里不肯出来。这法宝还挺有个性。算了，他既然喜欢这里，就躲在这里好吧，也免得被别人发现了。对了，可以先看看黑方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这里面还真是和他的名字一样，黑漆漆的一片，不过也能装不少东西了。咦，这里怎么会有本书？难道这个黑方是魔王用纳袋改造的，所以才会遗留了上一个修士的物品？魔王大人这么低傲，真武剑宗的宗主恐怕也做不到吧？看来跟着魔王混果然有盼头。那3000年后，要是自己还活着，等风灾吹起，魔王降世，自己是不是也能跟着老大耀武扬威一番？嘿嘿嘿，美滋滋啊！我从黑方出来，拿着这本书看了一下。这本书记载了一个攻击性的法术，叫鏖战法，完全不太适合人类，好像是传说中远古诸妖的某种古怪法术。献祭开启，请献祭本功法。真巧！我毫不犹豫地将鏖战法献祭上去。片刻之后，一本新的秘籍出现在祭坛上，五雷术法。我翻开书仔细看了一下，里面记录了5种功法：魔域火龙、火系、大地神盾、土系、万物复苏、木系、神剑术、金系、胎息术、水系。这是将神雷转化成5行力量的功法。难道魔王大人知道神雷的力量并不适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特意给我准备了将神雷转化成5行的术法？魔王大人真贴心，懂得替自己隐藏。下次献祭一定给你喂点好的。天天吃垃圾，哪怕是无所不能的魔王，估计也受不了吧。我看着面前的5种术法，想了想，还是选一个攻击类术法吧。毕竟没有攻击，就算防御再强，也是被动挨打。攻击法术有2个，我果断选了神剑术，因为魔域火龙是召唤一条魔界恶龙，在这个仙人遍地的修真世界里，一眼就会被认出来。神剑术就是将神雷转化为精灵气，幻化出一柄幻影飞剑，斩杀对手。修炼小成之后，一次性就可以释放7支神剑，形成剑网对敌。若是修炼到大成，一口气可以释放出108支神剑，铺天盖地的杀过去。若是修炼到最终圆满，神剑不限数量，能召唤多少取决于你的灵气上限。无穷无尽的剑雨可以斩杀一切敌人，甚至可以瞬杀金丹修士。我按照书中功法，试着将神雷转化成金灵气，引导着灵气凝结成实物。忽地我手心一抖，一柄银白色的小剑在我手心出现。就是有点小，才3寸，甚至比匕首还短一些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抑制不住我内心的狂喜。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施展出法术。修仙真神奇啊！哦，不对，是修魔真神奇。吸取了上次神雷外放不受控制的教训，我一路狂奔3天，来到森林里的一处隐秘山谷才停下脚步。我在手心凝聚出神剑，对准前面的一棵500米宽的大树，神识操控着神剑向前飞了出去。神剑划过大树，大树轰隆隆地倒了下来，向我的方向砸下。我吓得赶紧躲开，这么大的树真能砸死我？大树倒地，震得地面嗡嗡直响，无数小动物吓得东奔西走。龟龟，这也太猛了！不知道碰上花岗岩会怎么样？
我不断控制神剑，连续斩向周围的巨石，一阵阵的轰隆隆巨响之后，巨石全部被斩断。当斩到13剑之后，我眼前一黑，一个踉跄趴在了地上，体内灵气耗尽，神剑化成光点，消失在空气中。也就是说，这程度的攻击，我只能使用13剑。要是13剑没有杀死敌人，那我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也不知道自己这本事和其他修仙3层的修士比较起来如何，大概感觉可能和大家都差不多吧。此时我还不知道，这种攻击力要是被其他3层炼气的修士看见，晚上回家绝对会做噩梦。修仙真爽啊！呸，是修魔。磕2颗聚气丹补充点灵气，回家喽。哭了！没有神雷的力量加持，我得走多久才能回家啊？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咬着牙走了9天，累成狗了才到家。可我第2天就迫不及待的起来了，得赶紧找小孩拿5色花继续炼丹修炼。毕竟体会到神剑的威力，我得更加勤奋才行。巷口的韩晓看见我，眼睛一亮，抱着个布袋子快步迎上来。张大哥，这里一共230朵5色花，您给2枚仙币都拿走吧。我摸着口袋里的钱顿了顿，发现不知不觉自己就只剩3枚仙币了。再看眼前的韩晓，已经和之前截然不同，一身漂亮的衣服，精神饱满，1000仙币，吃喝玩乐那是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但是一旦开始修行，自己都这么节约了，也只用了1年多。修行真能让人破产啊！我摸出2枚仙币递给了韩晓，接着我拿着最后1枚仙币来到了炼丹房，最后也只能练1小时了。我心一横，索性把这230朵5色花全部炼了。如今我已是炼气3层的修为，能直接以灵气引导炼丹，全程远程操控。就这样过了1个时辰，浓郁醇厚的药香早已飘满了整间丹房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炉！成了！这一炉竟直接炼出了60多颗5行聚气丹，成色还都这么高。若不是怕树大招风，真想把手里这些丹药全都卖掉。这样换成仙币，就能买更好的材料来炼丹了。现在市场上1颗低品质的聚气丹都要500仙币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利用聚气丹辅助，我先将神剑术修炼得更加纯熟，剑光闪烁，指哪打哪，又把木系的万物复苏，土系的大地神盾，火系的召唤魔龙，水系的胎息术一一学会。1个月过后，我吞下最后1颗聚气丹，成功突破炼气第4层。在突破的一瞬间，我的身势向外扩散了1倍，探查范围直达20余丈。院内的一切动静，不管是风吹草动、虫蚁爬行，都清晰而真实。一声长啸，我从入定中醒来。突破后，体质也变得更强，也该出去打工赚钱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祭坛突然开启了，请献祭一把飞剑或其他飞行类的法宝。飞剑？自己还没到炼气第8层，根本无法驾驭飞行法器啊！就算有飞剑，现在也飞不了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一把飞剑最低也要3000仙币，我买个毛啊！眼下只能先去管理处打听打听差事了。不多时，我来到管理处的办事柜台前。师兄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招募？就是那种工作比较清闲、待遇又高的。老兄啊，你要的那种工作得有一个好爹才行，普通人是真的没有办法。咱们普通的大姚四民，连山上的杂役都不如。要想一步登天，那就太难了。不过，确实有一个，就是你可能不符合要求，需要最低炼气4层。巧了，师兄，我刚好4层。听到我的话，他很是震惊。毕竟因为丹药太贵，大姚的普通修行者到了炼气3层基本就到头了，甚至到了3层的都没有多少。师兄回过神，连忙说道：既然你已是炼气4层，那完全可以去灵谷峰应征，负责看护灵田。那里的工作比较轻松，待遇也好，就是要求颇高，需要4层灵气以上。如果是木灵气或者金灵气，那就更容易了。我还听说那里的长老最大方，你要是真能将灵田照顾好了，他们还会赏赐宝物。听说他飞剑特别多，经常会赏赐飞剑，就算你自己不用，拿回来给天宝炉回收，也有不少钱的。我听到这里，心脏开始砰砰直跳。我去，
这不刚好满足魔王需要的飞剑吗？那请问师兄，种植灵田需要木灵气，我能理解，他们为什么还需要招募金灵气的修士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要是木灵气和金灵气的双修修士，招募你肯定会被录取。还有，我也不瞒你，灵谷峰的长老其实很凶的，你照顾得好，自然不用说；你要是照顾不好，往往会被训斥，甚至挨打，然后被赶出来。但是放心，那里从来没有出过人命。谢了师兄，我过去看看。灵谷峰招收灵田管理员，炼气4层以上，主要工作为守护灵田，金灵根优先，木灵根也可考虑，只招1人，每月15枚仙币，包吃住。我立刻走上前，排进了队伍末尾，前方的修士依次上前测试。不行，你灵气太弱了，请离开吧。下一个！接连赶走了好几个，前面就剩下1个人，就轮到我了。前面的壮汉将手放在灵气石上，灵气石瞬间爆发出耀眼的红光，胖子眼前一亮，终于看到一个不错的了。你这灵气确实浑厚，但却是火属性。4层炼气修士本就稀少，你们又非要精系和木系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知道你们的目的，不就是除草施肥？火系虽然不比精系木系，但也不是不能做。胖子显然犹豫了，毕竟招募那么久都没有合适的，要不然就让此人回去试试，说不定还真可以。我将胖子的神色尽收眼底，心头瞬间一紧，喵的，他要是招了，我怎么办？仙长，我是金系木系双属性，炼气4层。壮汉猛地起身怒视我，可我根本不理会，只殷勤地看着胖道士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必须争取。哦，这样啊，你过来试试，我先看看你的灵气浑厚程度。壮汉咬着牙，不敢在仙师面前撒野，无奈只能让开位置，但他并不想离开。他自认自己炼气4层，灵气浑厚无比，不是一般人可比的。小子，哪怕精系和木系双属性，如果灵气太弱，也入不了仙师的法眼，你就等着被淘汰掉吧。我伸出右手，将体内的神雷能量快速转化成金木2种灵气，然后才将手放到了灵气石上。刹那间，灵气石一半是白色，另一半是青色，2种颜色纠缠着一起放出光芒，异常和谐。还真是金木双属性，2种属性都这么纯净，还浑厚无比，太难得了。甚好，不必再选了，就你了，跟我走。半个时辰后，胖道士带我抵达灵谷峰半山腰，此处层层梯田依山而建，一块块灵田错落排布，满目清幽灵气。记住，这里的灵田都是交给你负责的，这些灵米刚刚种植下去，是关键时期，一共有30亩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拜见长老。我紧随胖道士身后，沿着山路继续向上前行。可刚踏出大瑶边界的瞬间，突然雾气升起，四周变得无比魔幻，恍恍惚惚，完全看不清周围影像。这是前辈布置的护山大阵，你自己一个人轻易不要过来。还有，咱们这关隘的守门人常常懈怠，经常不在岗位，那你也不可误入。晚辈谨记。2人继续往前走，幻境突然消失，一个古朴的山洞出现在眼前。铃木长老，弟子方小胖前来复命。我已经找到最适合护持灵田的人选，还请铃木长老过目。又是一个炼气4层的小家伙，能扛得住吗？长老，杂役能到4层炼气已经极少，我也是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一个合格的人。唉，罢了，就让他先试试吧。此乃灵谷峰专属令牌，有时候你总要上山来一趟，一些工具也在山上。
你执此令牌，可以随意进入灵谷峰，也能帮你照亮幻境。但是记住了，除了工作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千万不要乱跑。上一个看护灵田的小伙子很不错，都炼气5层了，却非要乱跑出去和妖怪争一个高下，结果反被妖怪给吃了。可惜了，灵田成长期还有半年时间，剩下的都交给你打理。具体的方法，小胖会教给你。若是你粗心大意、敷衍工作，晚辈不敢懈怠。行了，退下吧，不要打扰老夫清修。说完，老头便转身就回了山洞之中。随后，我跟着方小胖折返灵田，他带我来到了梯田中央的玉石前。这块石头就是阵法的钥匙，通过这块石头可以催发下面的天然法阵，能持续的产生磅礴的灵气。这灵气其实不太适合人修炼，但特别适合植物生长。方法也很简单，你只要注入灵气就行。最好的灵气种类就是木灵气，越纯净越浑厚就越好。每天早上激发1次即可。仙长，这里需要木灵气，我懂了。那金灵气做什么用？嘿嘿嘿，后面的工作就需要金灵气了。法阵开启后，可不仅仅是适合灵道生长，还有一些杂草杂花也会疯狂生长。受了灵气滋润之后，这些杂草极难处理，最好用金灵气断其根茎，否则今天杀死，明天又长出来，那就辛苦喽。尤其是五色花，这种能量驳杂的花，最是让人头疼。五色花，这不是就是炼丹的材料吗？看来真是来对地方了。小的明白。你才炼气4层，很难彻底清除五色花的根茎。在这灵气之地上，那花几乎要成精了。根茎深藏不说，还会到处跑，到处生长，就需要你辛苦一些，每天处理，不让它们吸收太多灵气。这金灵气的第2个作用，就是收获稻米了。收获稻米？这也需要金灵气？没错，稻米成熟的时候，需要用金灵气将成熟的稻穗从稻杆上分离。你可别觉得这个活轻松，这可是灵田，稻米杆的坚固程度绝对会超出你的想象。走，我再带你去住处看看。方小胖又带着我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崖，此处有一个山洞，我跟着方小胖走进了山洞，里面超出想象的大，中间大厅上面挂着一颗火灵石，放出光芒，不但照亮了大厅，还把山洞的湿气都给去除了。旁边光单独可以住人的石室就有5间。随后方小胖打开一旁一间大型储藏室，这些玉石罐都是装稻米的器具，也是将来考核你。一是检查灵米的品质，2就是产出灵米的数量。你务必牢记，这些灵米可不是给你的，必须全部上交给灵谷峰，千万不可藏私，更别存侥幸之心，以为仙人发现不了，否则被毒打一顿赶出灵谷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好了，就这么多了，你也别灰心，有一些品质特别差的灵米，长老也不会要，多少会赏给你们一些，普通人很难吃到2品的灵米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连连躬身应下，恭敬送别方小胖，目送他离去。方小胖刚走，我就立马动身前往灵田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灵田照顾好，这样才有机会获得铃木长老的飞剑奖励。很快我便抵达灵田法阵中央，按照方小胖教的，将木灵气注入了灵石之中。我去，还真有五色花！我强压着激动，当下还是要先把其他杂草处理了。我运起神剑，直接锁定野草根部刺了过去。可野草似乎早有感知，迅速丢掉刚刚生长出来的草叶草茎，我直接刺了个空。这野草都成精了吗？远处10丈远的地方，那个野草的根在吸收灵气，转瞬之间又重新生长了出来，来回晃荡在向我示威。我还不信了，一根草我能斗不过你？我张平安发誓，今日定要和这野草势不两立！就这样，一人一草追逐了1炷香的时间，
渐渐的我就摸清了这野草的规律，它每次遁走都是10丈，不多不少。我再次运起飞剑，提前往他前方10丈的距离刺去，果然野草正好撞了上去，被我刺了个正着，顿时枯萎了下去。我长长松了一口气，现在我终于明白铃木长老说的话。又是一个炼气4层的小家伙，能扛得住吗？这除草原来还真是一个力气活。一段时间后，我除草的能力越来越熟练，不知不觉中我的神剑术也升了一级，从原来的1把剑升级到了2把。不过第2个剑比第1柄更小，我操控着2柄银白小剑互相掩护斩杀，不多时田间的杂草就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只留下了灵道苗，还有田间到处盛开的五色花。我自然不舍得将五色花斩死，就只取花叶放根茎离开。而且这里纯度极高，用这些五色花炼丹肯定超过市面上标准的聚气丹。但问题来了，我这住的地方也没有炼丹炉啊。不管了，先囤积五色花。这些事情都等以后再说吧。时光流转，转眼便入了秋季，灵田里一片金黄，眼看距离收获灵米的时间不远了。方小胖突然跑来通知我，明天铃木长老要来你这里视察，你打理的干净一点，千万记得。得到了通知，我立马将田里的五色花除掉了一大半，然后将一些品质好的五色花全都赶到阴暗的地方给隐藏起来，毕竟面子工程还是很重要的。第2天，铃木长老在灵田里参观了一圈之后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这几个月你做得不错，超出我的预期了，这是老夫赏赐给你的。多谢铃木长老。还有，这稻田马上就要收获了，这可是最关键的环节。但是老夫有事需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可要把最后收获的环节处理好，我会让小胖教你。等稻米收获完，冬天也快到了，要是收获没有问题，整个冬季就给你放假了，可以自行活动。是。等铃木长老御剑飞走，我赶紧回到山洞里，将飞剑放在祭坛上。这是飞行法宝？魔王大人是不是搞错了？接着我用神识感知了一下脸盆的信息。飞天魔盆，速度极快的飞行法宝，日行万里不在话下。魔盆入水不沉，入火不焚，任何毒物都无法侵袭魔盆分毫，坚固异常。还真是飞行法器啊！可以想到别人都是踩着飞剑、祥云在天上自由飞行，而自己踩着一个脸盆在他们中间，想想就丢人。我直接将飞天魔盆给扔进了黑方里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反正自己距离学会御物飞行还差得远，现在也用不到这丢人的东西。这时魔王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请献祭一个辅助工具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丹炉，毕竟自己现在正需要丹炉，但是我去哪里弄一个丹炉回来呢？不对，我的一举一动是不是都被魔王盯着呢？怎么我刚好缺什么，献祭任务就安排什么？还有刚才那飞天魔盆，他这么急着给我干什么？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，魔王给自己的任何东西都是自己用得着的。没过几天，灵米就成熟了。我按照方小胖教给我的办法，用手捏住稻杆，感受着稻杆里的木灵气，然后突然释放出精灵气，直接截断稻杆中木灵气的流动。稻杆被截断的瞬间，稻穗突然绽放，所有灵米全部飞散到了空中。我赶紧释放出灵力，控制住空中的灵米，在空中就聚集在一起，然后落入边上早就准备好的玉罐之中。成了，这手法和我收丹有点像啊。哇，不过还真是一个辛苦活儿，毕竟稻穗要一根一根收取，忙了好几天，灵米终于全部收到了玉罐之中。方小胖把罐子挨个检查了一遍。平安，今年的收获真不错，比往年多了好几罐，品质也好。你就没想着自己偷偷留下一些？仙师，铃木长老待我不薄，还赏赐我飞剑，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。平安，
这最后有半罐也没装满，卖出去也不好计量，而且铃木长老也未必知道，干脆就留下来算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东西绝对是大窑的热门商品，老值钱了。要是按5万仙币计算，咱们兄弟就是一人25000仙币，如何？方仙师，你糊涂啊！哎，真武13峰，咱们灵谷峰专职种田，可不能干这事儿。再说了，这灵米可是要卖给灵宝阁的，那灵宝阁神通广大，除了他们之外，如果市面上又出现其他灵米，你觉得灵宝阁会不会一追到底？咱们私下去卖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有道理，还是你考虑周全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可以先留着，以后找机会慢慢出货。要是真的出不去，自己吃了那也极好啊。此事我绝不会做，方仙师不必再多劝了。平安啊，刚才只是考验你一下，万万没想到你意志如此坚定，不错不错。不瞒你说，这也是铃木长老临走前和我说好给你的考验。铃木长老说了，你要是通过考验，明年还会优先录取你。另外，你可以提一个不过分的要求。这群老登就没有一个善茬，一个个精明的不行。幸亏自己正直，没起贪念，不然说不定就要被毒打一顿赶出灵谷峰了。多谢方仙师，在下一心为灵谷峰做事，绝无二心。好，平安，你想好要什么奖励了吗？方仙师，咱们灵谷峰是不是也有炼丹房？炼丹房自然是有的，不管外门还是内门弟子，炼丹都是必修课。你要是想去炼丹，我就安排外门炼丹房，对你开放数日。方仙师误会了，我怎么敢用仙师的炼丹房？只是各位仙师学习炼丹，难免会发生爆炸，有没有被炸烂的丹炉，修不好的那种？送我一个。你要一个破丹炉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一直想学习锻造之术，所以想找一个破丹炉研究一下。唉，平安，你是天生的种田人，可不要把精力分散去学那无用的炼器之术，那需要大价钱才能学会的。我是从没听说过穷人学炼器的。哼，是，我一定专心种田，本行绝不会忘。但是冬季漫长，总得找一个活计。我也没想成什么炼器大师，能随便打造一点普通的工具就行了。唉，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那我可以做主，现在就带你去拿一个损毁的丹炉。很快，我和方小胖就穿过了关隘，到了外门的垃圾场。你自己进去找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明天咱们带着灵米去大窑。多谢仙师。随后我全然不顾传来的臭味，急不可耐的就冲进了垃圾场，在里面翻找了半天，还算找到一个完整的丹炉，只是裂得到处都是缝隙。就算是垃圾，起码也得给魔王吃个好点的。我小心翼翼的抱着从垃圾场捡来的破丹炉走了回去，唯恐突然伞架彻底碎掉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进入房间，单手关门的时候不慎撞到丹炉，丹炉直接变成了一堆碎渣。魔王大人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唉，算了，不管了。等我睡一觉醒来，一个崭新的炼丹炉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嘿嘿，我就说嘛，魔王根本不会嫌弃破烂，他什么都要的。随后我用神识探查丹炉，丹炉的信息瞬间浮现。乾坤炉，顶级炼丹炉，以乾坤之火熔制成丹，最高可炼制天丹。天丹？那不是传说中才能听到的丹药吗？嘿嘿嘿嘿，魔王大人可真大方啊！我赶紧将乾坤炉藏进黑方里，这炉子绝不能轻易让人看到。而且现在也没钱买生火的寒烛，先等等再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方小胖就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纸车。我满心好奇，这是干嘛用的？看好喽，给你变一个戏法。嘿嘿，开！纸车
车也能飞？你可别小看它，它不仅可以飞，载重还能达到1000斤以上。哼哼，快把收好的灵米全都搬上来！我赶紧将灵米一罐一罐装上了车，随后方小胖一声低喝，纸车稳稳朝着山下飞去。扶稳了，我要加速了！风起，击！哈哈哈哈！你这是第一次坐纸飞船，以后多坐几次就好了。半小时后，纸车落在了大窑镇灵宝阁的仓库门口。我负责把灵米搬到仓库，方胖子负责和杨掌柜洽谈交易。交易完毕后，纸车再一次飞起。方小胖故技重施，立即召唤来一阵强风，纸车瞬间加速往前飞去。咦，方仙师，咱们不是要回灵谷峰吗？这方向不对吧？这好像是出山的路啊！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这么急着回去干嘛？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顺便淘一点好货回来。这一纸车能拉不少东西回来呢。平安，我和你说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礼坊，在咱们大窑，规矩实在太多，这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。嘿嘿，但礼坊这里可不一样，这儿不归咱们真武剑宗管，是各大派和散修们的交易聚集地，规矩少，也经常能淘到不少宝贝。走，我带你开开眼。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式小摊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摊上的物件更是五花八门、千奇百怪，残缺法器、珍稀草药、废弃丹药、修真古籍、符箓灵墨、致富狼毫，应有尽有。朋友，蟠桃的种子要不要？这可是蟠桃灵木的种子，2品果木，比灵米的效果都要好。蟠桃种子，我家院子不正好可以栽种？你这种子怎么卖？去，别挡路，滚开！你小子机灵，这里都是一锤子买卖，鬼知道他拿的是什么种子，你还真信啊？就算是真的，你会种吗？灵植的种植都极为苛刻，给你种子也没用。还是仙长有见识，以后多跟我学着点儿。这条街上一半都是骗子，擦亮眼睛吧。二人继续往前走。兄弟，木材要吗？我这儿绝对是最好的黑鸦木，这木头既能炼丹，也能用来布置阵法，绝对是真货。这是真的黑鸦木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也很好奇，毕竟黑鸦木产自黑鸦林，黑鸦林是一个瘴气丛生的恶地，那里还有一个恐怖的黑婆婆，没人敢惹，自然也没人敢去那里砍木头。至于来路，这可得保密了。要不要来点儿？这黑鸦木不但品质好，还绝对便宜。方小胖主修阵法，一看到这种特殊阵法材料，就有点走不动了。你打算怎么卖？1根黑鸦木只要5枚仙币，你要是拿去炼丹，极为耐烧，炼制几十炉丹药，绝对没问题。这个世界专修法阵的人不多，中年修士还以为方小胖要用来炼丹，方小胖故作一脸嫌弃。你这价比门派里的寒竹还贵一些，有这钱我完全可以去买寒竹了。哎，这个好说，您要是真想买，我就给你打个折。这里一共24根黑鸦木，你要是全买了，我就100枚仙币卖给你。方小胖心动不已，他正在弄一个召唤法阵，专门召唤黑暗生物，就缺这种材料。可他伸手摸了摸衣兜，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平安啊，我出门着急，忘了带钱包，只带了一点零钱，你能先借我20枚仙币吗？我和你很熟吗？来找我借钱，要不要脸啊？这怕是不太好吧？我才有几个仙币啊，万一你到时候忘了还，我都不敢去找你要。平安，你看，你现在是临时杂贡对吧？明年春天还要考核的，有我在你不就稳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还打算提携你成为正式杂役呢。这哪是借，分明就是威胁。没办法，以后还指望方小胖提携呢。我取出20枚仙币递了过去，方小胖眉开眼笑，拍了拍张平安的肩膀。放心，以后我罩着你。随后转身将钱给了摊主，抱起24根黑鸦木。你自己挑一挑东西，我先把这东西送到车上去。话落就屁颠屁颠地抱着黑鸦木走了。唉，
就在这时，尸海里的黑方突然发生异动，祭坛在黑方内自起。献祭启动，本次献祭需要神识修炼功法秘籍。神识功法，我一头雾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听都从没听过。正在我发愁时，突然听到对面不远处摊位上的摊主正在大声吆喝：“碰碰运气的就到我这里来，绝对有稀世珍品！”我眼前一亮，去看看，万一真有呢？摊主看到我后顿时精神了起来，毕竟他摆摊1个月，一本书都没卖出。兄弟，来看看啊，这些可都是真正的秘籍，记载了上古神通。你要不要买一本，回去好好修炼？我一看就知道小兄弟天资聪颖，万一哪一本秘籍你悟通了，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。我和你说，我们家祖上可是神通广大的盗墓贼，不对，是远古遗迹探险者，收集了好多秘籍，保证每一本都是真货。可惜我资质鲁钝，是真学不会，这才拿出来卖。这会是真的秘籍？真秘籍谁会摆在街头卖？哎，兄弟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别给翻碎了。这些秘籍年代久远，不那么结实。可以随便翻看的秘籍，估计也真不了。感情这秘籍根本看不清，这有什么用？不对，只要是秘籍就行，管他看得清还是看不清。魔王大人好像不太在意。我重新扫过摊位上的书，在其中的一本书上，我看到了一个识字，难道这本就是神识功法？我掀开内页，已经烂得不成样子，翻到最后也只能看见7个字，有4个字已经完全模糊，辨认不清。感情这本书就没几个字能看清的，罢了，就这吧。老板，你这本书怎么卖？哎呀，你可太识货了！这本秘籍是在一个远古上神的大墓里出土的，里面必定有精妙绝伦的法术神通。可惜这么多年明珠蒙尘，没人识出。这样，100仙币你拿走。100仙币，抢劫啊！哎，兄弟，别走，我给你打个折还不行吗？20枚仙币怎么样？1枚仙币，就1枚仙币，我都快要饿死了！你行行好，给我1枚仙币，让我吃碗热乎的鸡蛋面行吗？半枚仙币，最多了。行，成交。虽然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一本神识功法，可谁让它便宜啊？反正献祭不成功，顶多被魔王臭骂一顿而已。这时方小胖开着纸车过来了，我一跃跳上了车。方小胖驾驶着纸车往灵谷峰的方向飞去。天色渐晚，方小胖一直将纸车开到了我的山洞前。平安啊，这些黑鸦木太多了，我试验用2根就够了。你这山洞大，先放你这里一下。随后我帮着方小胖把黑鸦木全部搬进了山洞。送别方小胖后，我立刻回到房间，将房门锁死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本快要烂掉的书。我去，这本书还真是一本神识功法，这下赚大发了！你整个破烂就算了，怎么就只剩下7个字？你还能再敷衍一点吗？魔王大人这次是真的发怒了吗？魔王大人，您先将就着用，等下次有机会，我再弄点好东西给您，您忍一忍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书，翻开了第1页目录：神识的秘密，8世为王，炼器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炼虚、大成、入圣，对应8篇修炼章节。魔王大人太强了，一本书竟然涵盖了所有的修行内容。不知不觉3天时间过去了，我正看着入迷时，洞外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心头一紧，迅速地将所有宝贝都藏到了黑方里，这才把锁紧的山洞大门打开。一个高高瘦瘦的道人站在门口，满脸的不耐烦。你就是张平安吗？怎么开一个门都这么慢？抱歉啊，仙长，刚刚睡着了才听到。哼，大白天睡觉，一看也不是勤劳之辈。你被开除了，这是你6个月的薪水，赶紧给我滚出山洞！啊，方小胖仙长呢？哼，你还知道方小胖？很可惜，他罩不住你了。他刚刚惹了大祸，现在这里归我管。嘿嘿嘿，我看你非常不称职，赶紧滚吧！
那个仙长，我还有一些私人物品在这洞里，搬走需要一点时间。哼，也好，那我就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早上不要让我看见你还在山洞里，知道了吗？受道长训斥完之后，转身御剑就飞走了。我呆立原地半晌，满心不解，到底发生了啥事儿了？哎呦喂，小爷就这样莫名其妙就失业了，找谁说理去？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好，我有一封信给你，刚才看见道长在，就没敢过来，你收一下。我诧异接过信纸，竟然是方小胖写给自己的。完犊子了，平安！我用黑鸦木修炼阵法，结果召唤出一头恶魔，将洞府都毁了，还将山上搞得鸡犬不宁。现在被执法堂关了禁闭，接替我职务的是师兄霍光，那家伙刚愎自用，私心甚重，必然容不下你。你别急，等我闭关出来，再和你从长计议。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说要罩着自己，转头就闯祸被关。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，非要去研究黑仙法。这下好了，BBQ 了。我继续看向信纸末尾，还有一行嘱托：帮我偷偷把那些黑鸦木处理掉。我怀疑那些木头有问题，可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，拜托了。死胖子，欠我20枚仙币还没还呢，还让我帮你做事。唉，罢了。这些黑鸦木现在是我的了，就当是利息了。等这货出来，一定找他收本金。走了，此处不留爷，回家修行去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开始尝试炼神。炼神第一步，封闭6时，视之不见，名曰仪。奇怪，不用眼睛看，却能找到一个叫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什么也看不到啊！眼前的黑暗本就是眼睛看到的景象，不看应该是指不看任何东西。这几个字，难道是要把看东西的心收回来？我重新做好，不看任何东西。渐渐的世界消失了，黑暗消失了。忽然一种堕入深渊的恐慌袭来，自己就像是无依无靠的一根小草，飘荡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。我猛地醒来，瞬间明白了，这就是神识的训练，必须控制自己的恐惧。我再次闭眼入定，时间一点点过去，突然眼前一团白光亮起，被压制的神识喷涌而出。成了，成了！果然摆脱了恐惧，神识强大了一些。我继续盘坐，开始思索第2句话：听之不闻，名曰息。这和视之不见应该是一个道理，只是刚才修炼的光，这个修炼的是声音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听声音，也不听寂静，把听的意识完全收回到了神识之中。片刻后，恐惧再一次袭来，就像脚下有万丈深渊，自己正在往下急速坠落，那深渊根本没有尽头，窒息感扑面而来，险些让我中断修行。我咬紧牙关，强撑着不肯放弃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轰的一声巨响，眼前又是一团白光亮起，将神识炸了出去。又成了！再来，最后一关了。过了这一关，炼神第1层就过了。搏之不得，名曰危。这是触觉的修炼，刺骨的剧痛率先袭来，转瞬化作钻心奇痒，最后是蔓延全身的麻木，搅得人心神不宁。我紧咬牙关，死死坚持。时间流逝，视觉、听觉、触觉逐渐消失，最后仪、息、微3种感知竟然神奇的融合在一起，在神识的感知下，这个世界瞬间清晰万倍。当不看、不听、不受的时候，神识就会重新凝结为一体，可以变成一种奇怪的无所不能的感知。原来这就是神识啊！我迫不及待再次沉入修行状态，世界再次变得无比清晰。我仔细感知着外面的世界，突然在后院发现了一扇极为隐蔽的暗门。诶，怎么会有扇门？我快步来到后院，走到10丈方的一块草坪上，将双手伸出，灵力释放了下去，用力一拉，一个方形的盖子被我从草丛里拉了起来。一个幽深向下的楼梯出现在眼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清风大人挖的？我顺着石梯走了下去，大约走了10几丈，一扇大石门出现在眼前，石门上方写着“避难所”3个字。这的确是清风大人写的字，可是清风大人建设一个地下避难所干什么？
抵挡风灾？不是说3000年后真正的风灾才会出现吗？我推开厚重的石门，里面先是一个大厅，大厅里边还有几个小石门。我眼前一亮，3室一厅，这真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啊！正好也能隐藏自己魔修的秘密。我打开第一个石室仓库，里面有很多米缸、罐子等杂物。最边上还有一个很坚固的石室，根本打不开，也不知道干嘛用的。最后一间石室里摆着一张石床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具。找到睡觉的地方后，我继续开始修炼神识。一转眼冬天又来了，炼神修行的异常顺利，直接突破到第4层。但是我也只能修炼到第4层了，因为炼神的修炼层次无法突破炼气的层次。看来还是要先把境界提升到炼气5层才行。炼气5层在大姚已经是凤毛麟角，这样才更容易找到好工作。看来想要突破修为，还是要炼聚气丹。我从黑方里拿出一根黑鸦木，正准备劈成小块充当炼丹柴火时，指尖传来的触感让我脸色一变。不对，这黑鸦太有问题，怎么感受到里面有邪恶神识的力量？难怪方小胖炼阵会失败，肯定是这里面有邪恶神识的缘故。可别把我的丹炉给炸了！我将神雷之气运出体外，直接侵入黑鸦木。邪恶神识遇到神雷之气，瞬间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这才将这些木材砍成小块备用。接着又将5色花花瓣分类堆放好。但是我不准备自己炼丹，而是拿出我炼神时学的分身术，召唤出一条魔龙辅助我炼丹。在我神识的控制下，魔龙用爪子将黑鸦木丢了进去，随后喷出一口火焰，将黑鸦木点着。1小时后，药香从丹炉飘出，满屋都是丹香。开炉！这是什么？里面灵气怎么能浓郁到这种程度？远远超过了天宝阁的上品聚气丹。这不对啊，我这垃圾5色花压根就没有这么多灵气，不可能凭空出现灵气吧？我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赶紧看向乾坤炉，炉壁上的古老纹路正在一闪一闪的发光，炉子里面的灵气异常浓郁。魔王大人太权威了，这乾坤炉是真宝物啊！自带炼丹聚气功能，还能大幅度强化丹药的品质，我还怕炼气不能圆满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一边炼丹一边修炼。我一声长啸，顺利踏入炼气5层通幽境。我当即开始尝试通幽境的能力，将全部神识凝作一线，猛地向前激射而出，瞬间神识就到了10里之外。好巧不巧，正好到了魔爪，神识就像一头蛮牛，直接就冲进了魔爪里面。那魔爪里有一魔物还在挣扎，正准备突破仙师们设下的禁制封锁。那魔物察觉到我的神识，向我传递了一个古怪的信号，那是在向自己求救。难道他把我当成同类了？我心头一紧，赶紧收回了神识。开什么玩笑？救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唉，闭关太久了，也该出去透透气了。我缓步走入熙熙攘攘的热闹集市，行至半路瞥见街边一间面馆，便抬脚走了进去。小二，来一碗面。不多时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便端了上来，我大口吃了起来。正在狼吞虎咽时，突然听见旁边的人在谈论外门弟子选拔。又到了外门弟子选拔的时候了，10年一次，你可得珍惜。父亲大人放心，我已经炼气5层，达到了报名的门槛了。此次选拔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外门弟子选拔，10年一次，报名，这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